倒霉的一天。中文666。第一章，一天的开始。今天是星期一，我早上6点钟就起床了。外面下着小雨，天气预报说今天会下大雨。我很快地洗脸刷牙，准备穿上我最喜欢的蓝色衬衫和黑色裤子去上班。可是，我不小心把咖啡倒在了衬衫上，我不得不换上我最不喜欢的衬衫。这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，我赶紧出门，可是我的自行车竟然在这个时候坏了。这时，我只能走路去公共汽车站。我看了看手表，已经7点半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到了公共汽车站，我发现自己忘记带公交卡，我只好走回家拿卡。我再次回到公共汽车站时，已经错过了去公司的那班车。我等了半个小时后，终于上了一辆公交，可是车上非常拥挤，我非常的不舒服。然后车突然刹车，我摔倒了，痛死我了。这时我手机响了，是我同事打来的电话。丽丽，快9点了，为什么还没见到你？怎么了？公司有什么急事吗？你没看电邮吗？那个很重要的会议改到早上9点开始了，经理在找你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8点45了，我开始着急，但现在下车不一定能打得到车，打到车也不一定能在9点前到办公室，我只能希望公交车能开快一点。第二章，重要的会议。终于，我在9点5分到了公司，但已经迟到了。我赶紧走进会议室，会议已经开始了。我的经理看了看我，他看上去非常不高兴。我坐下后，突然发现我的笔记本、笔还有手提电脑都忘在家里了。我只好借用同事的笔记本写下会议的内容。会议中，我的经理突然问我关于我在做的项目的一个问题。丽丽，你这个报告做得怎么样？什么时候会写完？我已经写好了一半了，我会试着明天以前写完给您。大华公司的经理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昨天我需要打电话给大华公司的经理，可是我忘了。我太紧张了，什么都没说出来。这时候，我的同事帮忙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不好意思，经理，我们在会议结束后会马上给大华经理打电话的。我的同事们都看着我，我觉得他们肯定觉得我没有在认真工作。会议结束后，
经理叫我留下，他说我今天的表现很差，我只能说对不起，还有向他保证以后不会再迟到，会做得更好。第3章，午餐的失望。中午，我和几个同事去了附近的饭馆，我点了我最喜欢的牛肉面条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今天的面条味道不对，牛肉也不新鲜。我的同事们的菜看起来都很好吃，只有我的菜让我失望。老板，今天牛肉面的味道为什么那么奇怪？你能给我再做一碗吗？哪里奇怪？就跟以前的一样啊。你要我再给你做一碗，那你当然要多付1碗的钱。算吧，结账吧。我吃了几口就没再吃，心情变得更加郁闷。吃完午饭后，我回到办公室，发现自己的电脑屏幕黑了。我试着重启电脑，但电脑完全没反应。我不得不打电话给 IT 部门。IT 部门的人告诉我电脑坏了，需要送去给他们修理。这不就是说我今天没办法完成我的工作报告吗？我真的气死了。第4章，我想放弃了。把电脑送去修理后，我试着用公司的备用电脑完成我的报告，但因为我是个电脑白痴，我花了很长时间都还没能开始继续我的报告。这时候我的心情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。为什么今天这么倒霉啊？终于，在我花了1个半小时后，我终于可以开始用我的备用电脑。可是，就在下一秒，办公室突然停电了，公司的发电机也出了问题。整个办公室的人都看不见，用不了电脑，所以工作也做不了。大家也只能早点下班了。但是我今天一定要把报告做完，所以我选择留在办公室等电回来。就这样，我等了4个多小时，等电回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8点了。我心想，这次终于可以继续写报告了吧？写了半个小时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突然我的头疼得特别的厉害。我试着继续写报告，但我真的特别的难受。最后，我只好放弃，因为身体一定比工作重要。我离开了公司，去了附近的一家医院看医生。你这是因为一整天都太累、太紧张了。你现在需要的是回家好好休息。在医生那拿到了药以后，我就出发回家了。第5章，会好的。可是，今天我那么倒霉，我就知道肯定会继续有不好的事情发生。果然，我一从医院出来后，就开始下雨，而且不是下毛毛雨，是下非常大的雨。
我决定打车回家，但外面的出租车都被订满了，路上一辆出租车都没有。我等了很久，衣服都湿透了。我记得在大概等了快40分钟后，我才终于打到一辆车。到家时，我已经头疼到不行了，感觉下一秒就会晕倒。终于，我回到了自己的家。过了几分钟后，我收到了爸爸的电话。丽丽，最近你都没给我们打电话，是工作太忙了吗？你还好吗？你妈妈整天都在说她好想你。是的，最近有个报告，我每天都加班写报告。然后今天我又不太舒服，头很疼。哦，那你有没有吃药？有没有看医生？刚刚下班去了，拿了药，但还没吃。这样啊，我和妈妈现在就去买粥，然后来看你。你先休息，我们很快就会到。听到了爸妈要来看我，还给我买东西吃，我的心情突然好了很多。虽然今天真的很倒霉，但想到有这么疼自己的父母，其实我还是很幸运的。希望今天的倒霉就到这里，我相信明天肯定会是很好的一天。